奉天承运，皇后苏氏屡次阻挠陛下修建望月台，忤逆犯上，即日起褫夺后位，降为庶人，发配北苑冷宫。姐姐，皇上也是在气头上，你若肯低头认个错，把你的嫁妆填了修建望月台的亏空，妹妹我就帮求个情。苏明月，朕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拿银子，或者去冷宫等死。不必了，这圣旨我接得很高兴。你说什么？我说废后诏书我接了，这凤印还给陛下，祝你们望月台建得顺利，国库长久充盈。你敢诅咒朕？好，来人看着他收拾，未央宫的一草一木都不许他带走。哎呀，皇上，姐姐娇生惯养，连件厚冬衣都不让她带，去了北苑那种鬼地方，怕是活不过这个冬天呢。不用贵妃操心，桂嬷嬷去把我的个人嫁妆账本拿上。娘娘，老奴这就去，奴才去给您收拾2件旧衣服。带一老一小2个废物，朕看你能撑几天？滚去北苑！微臣告退。主子，这院子里的草长得比人都高，屋顶还破了个大空窿，这日子可怎么熬啊？嬷嬷别慌，这里比未央宫好多了，地方宽敞，还没人盯着。从今天起，这里咱们自己做主。主子，您没气糊涂吧？这可是冷宫。我清醒得很，小福子别愣着，去西墙看看那堆废木料还能不能用。主子，木料烂了一半，但还有几根硬木没有遭虫蛀。好，把能烧的劈了留作过冬，不能烧的搭个简易的架子。搭架子做什么？咱们连被褥都没有。发豆芽，我刚看了，院子里有几口破水缸，拿来正好。主子，咱们连米都没有，哪来的豆子啊？刚才路过外头废弃的御花园，我用玉光看到了，墙角长了一大片野大豆，别人当杂草，对我来说可是宝贝。你去，连根带下全给我薅回来。野草的种子能吃吗？主子您的身子娇贵。嬷嬷，活命靠实力，只要能种出东西，咱们冬天就饿不死，也不会缺营养生病。奴才信主子，奴才力气大，这就去薅。桂嬷嬷，你去把这屋里的旧油布翻出来，把窗户先糊上，这风太大，不能让热气散了。哎，老奴这就去办。不管这日子多难，只要主子有主心骨，老奴就敢拼。等糊完窗户，小福子，你拿这把生锈的铁锹去墙角挖点黄泥过来。挖黄泥？主子，你饿得要吃土了。吃什么土？我要用黄泥混着那些碎石头盘个火炕。火炕？那是什么物件？一种能让咱们在冬天光着膀子吃火锅的好东西。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就行。这北苑很快就会变成我们的风水宝地。主子，您快来看，这破柜子里还剩下半袋子高粱面，可是都有些发霉了。发霉的面也是凉，把平层发霉的筛掉，剩下的做成粗面饼子。今晚咱们凑合吃一顿。您可是中宫皇后，怎么能咽得下这种粗粮？我说了，现在没有皇后，只有苏明月。这面饼再粗，也比饿肚子强。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干大活。主子说的对，奴才这就去生火。记住，从今天起，咱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不用看皇上脸色，不用看贵妃眼色。懂了。统领大人，咱们不用进去看看吗？那是刚被废的皇后娘娘啊！皇上有令，北苑封锁，不得随意出入。我们只负责外围巡视。可今晚这么冷，北苑连银丝炭都没有，会不会冻死人？冻死？你闻闻，哪来的高粱饼子香？还有这院子里怎么没一点哭喊声？是啊，刚才路过，好像还听到里头有人在喊什么“盘炕”。这位失势的前皇后，倒跟传闻中那骄纵蛮后的样子不太一样。别多管闲事，继续巡逻。只要不出人命，随他去。是，统领。主子，热了！您教奴才糊的这个叫火炕的泥台子，真的滚烫。这大雪天的，屋里竟然暖和的能穿单衣。外头可是滴水成冰啊！火候刚刚好。小福子，把你前几天捡回来的废木头再添2根进去。记住，通风口必须留着，绝对不能堵死，否则会闷出人命。主子放心，奴才死死盯着呢。对了，主子，您先前让奴才放在那破缸里的野大豆，竟然真的发出了黄蹭蹭的芽，还水灵灵的。这就叫豆芽。冬天没青菜吃，容易生病，这东西能救命。今晚咱们就用这豆芽炒个粗面饼吃。主子真是神了，连这野草种子都能变出菜来。
我这随身微型空间虽无通彻地之能，但仅靠着保鲜去色的底线功能，便足以在这绝境中护我们周全。统领，这雪下的太邪乎了，兄弟们的手都冻僵了，刀都快握不住了。握不住也得握。北院虽是冷宫，但防卫不能松懈。你的手怎么回事？没事儿，就是长了几个大冻疮，破了点皮，等开春转暖就好了。伤口都发自硫磺水了，再冻下去，你这双手就废了。宫里的御医局还没人下发过冬的冻伤药吗？统领，您说笑了。如今御医局的药，那都是紧着御下各宫受宠的娘娘月台，均需一检再检，哪有闲人管我们这些底层守卫的冻疮？胡闹！士兵的双手是用来拿刀保家卫国的，岂能因无药而废？既然拿不到御药，不如统领跟我做笔买卖如何？什么人胆敢在北院外喧哗？北院冷宫苏明月。废后娘娘，这么大的雪，您没冻死啊？放肆！怎么跟我们主子说话的？小福子退下。萧统领，我听闻你的手下冻伤严重，巧了，我这儿有一味自己熬制的防盗疮膏，是用这荒原子里的野茨桃和3-7根捣碎调的，止痛生肌，效果极佳。娘娘身在冷宫，连温饱都成问题，还有闲情压制熬药？不信，小福子，把这罐药膏顺着门缝递出去。萧统领，你大可先让你的兵士用，一炷香之内若是不止痛，接过来，算我信口开河。统领，不疼了，真的不疼了。那股钻心的刺痛感下去了，还有点发热。娘娘好手段，只是娘娘身为废后，为何要帮我们这些底层兵卒？萧统领误会了，我不是在帮你们，我是在跟你们做生意，我不做赔本的买卖。娘娘想要什么？金银？还是让末将替娘娘给陛下带话求情？皇上那点情分，白送我都不稀罕，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回头。我要的东西很简单，旧棉絮、废弃的农具、没有烂透的木板，还有各种能过冬的蔬菜种子。这些在你们眼里是破烂，但只要统领能弄来，我就用这冻疮霜跟你换，如何？就换这些破烂儿。萧统领，你手下有成百上千的护城禁军，这个冬天这么长，没有冻疮膏，能有几双完好的手来握刀？用几堆没人要的破烂换你手下兄弟们的平安，这买卖可是统领赚了。好，明日夜半，我会让人把废旧棉絮和木材放在角门，希望娘娘的药供得上我手下的禁军。成交，合作愉快，萧统领。多谢娘娘。主子，萧统领真把东西送来了，3大麻袋的旧棉玉，还有2捆没被虫蛀的干柴。小福子，把那3罐冻疮膏从门缝递出去。娘娘的药果然神效，今日巡防，弟兄们手上的伤已经结痂了。这是娘娘要的物资，一分不少，各取所需罢了。不过，萧统领，这旧棉絮虽然能垫个床，但死沉死沉的，穿在身上根本不保暖。你们禁军夜里巡防，穿这种东西，遇到刺客能拔得出刀吗？娘娘有所不知，如今国库的银丝炭和新棉花全被调去供养望月台的工匠和贵妃宫里了。我们能有这些旧棉花，已经是万幸。如果我能给你提供一种比棉絮轻10倍，保暖却强100倍的神器呢？统领敢不敢跟我做一笔更大的买卖？比棉絮轻10倍？天下哪有这等奇物？娘娘莫非在开玩笑？我从不开玩笑。御膳房每天为了供奉皇上和贵妃，要杀上百只鸭子和肥鹅，那些拔下来的鸭毛鹅去了哪里？自然是当做污秽之物，丢出宫外的干雨车了。娘娘问这个做甚？今晚开始，截住那些干水车，把里面干的碎的鸭绒鹅毛全给我装麻袋运到角门来。不出3日，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御寒神器。鸭毛腥臭无比，娘娘只管送来。这买卖你若不做，我找别人。好，我信娘娘一次。明晚子时，鸭毛准时送到。主子，您让奴才把这些腥臭的鸭毛用开水煮了整整1天，又撒了草木灰，现在怎么一点臭味都没了，还变得这么蓬松？这叫脱脂去味。处理干净的鸭毛，可是黄金都换不来的宝贝。微型空间里的除菌保鲜功能，用来处理这些鸭绒的残余气道和水分，加快风干速度，神不知鬼不觉。主子，老奴按照您画的图纸，把这些绒毛缝进粗棉布里了，格子都打好了，您看成吗？嬷嬷手艺真巧，这叫充绒分隔，防止毛都堆在一块儿。拿过来，今晚正好交货。娘娘，今日的鸭毛送来了。小福子，开门缝，把那个黑色的包裹扔给萧统领。这是
一阵马甲？别愣着，把你的铁甲脱了，把这件马甲穿在里衣外面，再套上铁甲，去雪地里站半个时辰，再来跟我说话。娘娘，这马甲轻飘飘的，连半斤都不到，能顶什么用？穿上去站着。是。娘娘，神了！这简直是神物！末将在风雪中站了半个时辰，后背不仅没透风，反而捂出了一身汗。这轻薄的料子，竟比末将穿了3层老棉袄还要暖和，拔刀出剑丝毫不受阻碍。这就叫羽绒马甲，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娘娘，这种马甲您还有多少？若是能武装我手下500禁军精锐，哪怕是99寒冬，咱们也能在城墙上挺直腰板。萧统领，你手下几百号人，就凭我们冷宫这3双起早贪黑的手，缝到明年也缝不完。我想做的可不止这几百件。娘娘有何计划？但凭吩咐。京城那些富商巨帝手里有的是银子，却也扛不住这几10年不遇的雪灾。我出图纸和趣味秘方，你出面去宫外找隐蔽的成衣府代工，大量收购鸭毛。娘娘是想赚宫外富商的钱？他们怕冷，你有好货，一件羽绒马甲50两银子，不过分吧？赚来的钱咱们55分账，你的那份足够给你手下所有弟兄换上新兵器，吃上顿顿有肉的饱饭。我的那份，我要全部换成能长期储存的粮草和耐寒作物种子，干不干？娘娘谋略，萧某彻底服了，这买卖我接了。阿切，皇上，这店里怎么像冰窟窿一样？臣妾的手炉都凉透了。来人，内务府的人都死绝了吗？为什么还不把上好的银丝炭送过来？回皇上的话，这几日大雪封山，外头的炭车根本进不了京城啊！进不来不会去京城商户手里高价买吗？堂堂皇家，连点御寒的炭火都弄不到，这养你们何用？皇上息怒，京城商户手里的好炭早已翻了10倍的价格，咱们国库里的现银上个月已经全部拨去修建望月台了，如今账面上根本拿不出银两来高价炭啊！皇上，您不说天下财富皆归皇家吗？不管，臣妾听说这里日京城富商圈子里正流行一种叫羽绒马甲的神物，穿上一件便能抵御严寒。皇上快派人去给臣妾买几件来。贵妃娘娘，那羽绒马甲如今在黑市被炒到了80两银子一件，而且供不应求。卖马甲的神秘商人只认现银，咱们内务府实在拿不出这笔开销。放肆！一群见银子眼开的奸商！传朕旨意，让护城禁军去查，把那个卖马甲的商人给朕找出来，将所有御寒神物无偿充公。遵旨，奴才这就去传话。这鬼天气，也不知道北院那个贱人是不是已经冻成冰雕了。没有炭火，本宫看他拿什么熬。主子，水滚了，水滚了！您快看，这大骨汤熬的都发白了。这火烫烧的真是绝了！老奴在屋里只穿了一件单衣，竟然还热得出汗。吃火锅就是要吃这种薄肉片，配上咱们自己发的野大豆芽，还有几颗冻白菜，这在冬天可是千金难买的美味。来，蘸点这野韭菜花酱，尝尝。太好吃了！奴才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主子，外头可是冻死了不少人，咱们在这吃香的喝辣的，简直像做梦一样。活命靠脑子，吃饱了就准备干活。算算时辰，咱们的合伙人该来送银两了。奴才去开门缝。萧统领，快把冷风挡挡。娘娘，爆了！咱们第一批做出来的100件羽绒马甲，在地下黑市刚一露面，不到半个时辰就被京城富商抢购一空。预料之中。价格如何？末将听了娘娘的吩咐，搞了个什么饥饿营销，最后成交价硬生生被他们抬到了80两一件，整整8000两现银。娘娘，萧统领干得漂亮，这第1桶金咱们赚到了。你手下兄弟们的冬衣和兵器有着落了吧？末将替500禁军兄弟给娘娘鞠一躬。有了这笔银子，兄弟们不仅换了新刀，今晚还吃上了一大锅炖肉。娘娘的大恩，末将没齿难忘。别急着谢，我让你准备的第2批物资怎么样了？末将已经派心腹去联络了西域的游商，大量耐旱高产的种子，还有便宜好放的干肉条、脱水菜叶，正在秘密往咱们约定的地窖里运。很好，把这些银票全部砸进去，能买多少买多少。粮食和种子才是真正的底气。对了，娘娘，还有一件事，今夜皇上下旨，让内务府四处搜查咱们的黑市铺子，妄图把马甲强行充公。哼！而且皇上自己冻得受不了，想打肿脸充胖子来买咱们的货。空手套白狼，想得美！萧寒，放出风去，就说神物产量极低，商人已经离京。至于皇上如果非要买，娘娘的意思是，黑市留2件卖给内务府的人，不过不是80两。告诉他们，
皇家特供版，200两黄金一件，爱买就让他动着。200两黄金？娘娘，皇上现在国库空虚，肯定拿不出这笔银子，拿不出银两，皇上就只能硬生生挨冻了。那不正好？他既然那么喜欢见望月台，就去望月台上喝西北风去吧。这大周朝的经济命脉，从今天开始，我苏明月要分一杯羹了。报，边关800里加急，北地遭遇倒春寒与春旱连发，10万将士东移未退，春粮未接。镇北大将军急请朝廷速拨10万担军粮，5万套御寒物资，若迟3日，恐生兵变。什么？倒春寒？这都马上会要开春了，户部尚书何在？老臣在。立刻开国库，调拨10万担粮食，连夜送往北地。皇上啊，国库里现在连1000担粮食都凑不出来了呀！一派胡言！秋收才过去几个月，大周朝地大物博，10万担粮食去哪儿了？难道被你们这群蛀虫吞没了？皇上明鉴，去年大半都被求收能现银拿去给贵妃娘娘采购修进望月台的金丝楠木和汉白玉了。如今国库的账面上只剩下不到几百两碎银子啊！那京城的那些大粮商吗？传朕旨意，让他们立刻以原价将粮食卖给朝廷。谁敢屯资居奇，朕绝不轻饶。晚了，太晚了！这几个月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极其神秘的巨商，此人资金极其雄厚，且手眼冲天。他用成箱的现银，几乎买空了京城周边所有干肉和耐寒种子。现在市面上的粮商全在给他打工。一个商人竟敢掏空京城的粮食，难道他就不怕粮食发霉长毛吗？这才是最邪门的地方。据说那位神秘人掌握了某爪存秘法，粮食和干肉送进去数月不腐。如今咱们就算拿着钱，也买不到1粒米了。废物，全都是一群饭桶！萧寒听令。末将在，朕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抄家也好，借贷也罢，朕给你3日时间，筹齐10万担军粮御寒资。若是筹不到，自己提头来见，退朝。娘娘，今夜末将是来道别的。萧统领，您这是怎么了？前阵子咱们赚得盆满钵满，您怎么像打了败仗似的？小福子，不得无礼。萧统领，可是朝堂上出了大事。什么都瞒不过娘娘的共眼。边关倒春寒，10万兄弟断水断粮，皇上却把国库挥霍一空。末将虽管着禁军，却管不了凭空生粮的奇迹。这3日期限一到，末将恐要按军法论处了。这不是草菅人命吗？10万担粮食，3天时间，就是神仙也变不出来呀！萧统领，你就没想过去求那位买空京城余粮的神秘商人？娘娘怎么连这也知道？末将想过，可那商人行踪诡秘，根本无从查起。即便查到了，如此天文数值的物资，谁会平白无故借给如今这个信用扫地的朝廷？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福子，去把咱们内院那个地窖的铁锁打开，把账本递给萧统领看看。这上面记的，11月初3入库脱水高粱1万担，腊月初8风干肉条8万斤，正月15入库防寒军帐2万顶。娘娘，难道那个买空京畿让户部尚书哭天喊地的神秘巨商就是您？不然呢？你真以为我让你卖羽绒马甲赚来的那几万两现银都被我拿去买胭脂水粉了？这整个冬天，别人在建高楼买金饰，而我把大周朝1半的流通救命粮全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借着衣袖掩护，用空间能力确保这批庞大物资不腐不坏。这是我手里最大的一张底牌。娘娘，您这手笔简直是翻云覆雨。可是这可是10万大军的口粮，您打算怎么做？我是被废了还没瞎。大周的将士在前线流血保家卫国，我绝不可能看着他们饿死。这批粮我出。末将带10万边关兄弟，谢娘娘救命之恩。末将这就去禀报皇上，说娘娘心怀大义。站住！谁让你去禀告他了？娘娘的意思是，这批粮是我苏明月私人的财产，凭什么白白送给那个为了讨好女人掏空国库的昏君？这笔生意，我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跟他清清楚楚的算一算。小福子准备笔墨，我要写一份契书，奴才这就去拿。主子威武！娘娘，您这是要……他不是要10万担粮食吗？好，让他拿他最看重的东西来换。我要让整个京城都知道，谁才是真正能救大周的活菩萨，谁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笑话。3天期限已到，萧寒，朕要的10万担军粮呢？若是凑不齐，朕今日就先拿你祭旗。回皇上，末将不辱使命，10万担风干肉条，3万套羽绒御寒衣物，此刻已经全部装车，停在神武门外。天佑大周，天佑大周啊！
萧统领，你竟然真的做到了！那位神秘巨商当真愿意借粮。好，萧寒，你立了大功，快，立刻让户部交接，发往边关。皇上且慢，物资虽在门外，但那位粮商说了，不见皇上的玉玺大印，谁敢动一粒粮食？商人手下的商队宁可将粮食就地烧毁，也绝不入库。放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贱商竟敢这威胁子，还是要官为朕赏他便是。那位粮商不要官，也不缺银子。他只要皇上亲自去签一份契书。好大的胆子，让皇上亲自去见他！他以为他是谁？这商人在何处？回贵妃娘娘，商人就在宫中，北院冷宫。你说什么？北院？那里除了那个被废的苏明月，哪儿还有什么活人？皇上，臣妾看萧统领是被逼急了说胡话。那苏氏在四面漏风的北院动了整整一冬，怕是早就成了一具干尸了。怎么可能是拿出10万担军粮的巨商？皇上若是不信，大大可亲自去北院走一趟，边关急报不等人，去与不去，全凭皇上圣裁。这鬼地方怎么连个避风的墙头都没有？皇上，臣妾的手都要冻僵了，那苏氏必定在里头苟戌残喘呢。奴才见过皇上、贵妃娘娘，主子说了，今日只谈生意，不谈君臣，请进吧。狗奴才，你敢挡朕的道？苏明月让他滚出来见朕！门槛太高，我这冷宫可容不下皇上的大驾。要谈就站着谈吧。苏明月，你见到皇上为何不跪？你这身上的狐裘是哪里偷来的？贵妃娘娘慎言，我如今是庶人，更是大周朝最大的皇商。大周商法规定，皇商面圣可免跪拜之流。至于这衣服，是我自己花银两买的，总好过国库里那些见不得光的账本吧。你好一个苏明月，萧寒说的那批军粮，当真是你拿出来的？如假包换，10万担粮食，每一粒都是我花真金白银从天下散商手里收来的。没有我，边关大军明日就会活变。皇上，这笔买卖你做还是不做？既然是你买的，那便是皇家的东西。你本是朕的女人，立刻把粮食交出来，朕可以网开一面，恢复你妃位的体面。妃位？皇上，你是不是在这冷风里站久了，脑子不清醒了？你把我废入冷宫，不就是为了给这位贵妃娘娘腾地方建望月台吗？现在国库空了，要用粮食了，你想拿一个空头名衔来白嫖我10万担军粮？做梦！贱人，你怎么敢跟皇上这么说话？来人啊，把他给我拿下！搜透装粮食的库房！贵妃娘娘，神武门外的10万担粮食，周围有500禁军重兵把守，没有苏老板的手令，谁敢硬抢，当场格杀！萧寒，你要造反吗？你到底是朕的臣子还是他的狗？末将是大周的臣子，前线10万兄弟等粮救命，谁能拿出粮食，末将这把刀就护着谁。皇上，为了大周江山，请您过目苏老板的契书吧。第1条，按市价2倍，皇家折算白银200万两欠付苏明月。第2条，皇家即刻开发和离书，苏明月脱离皇室寄籍，恢复自由商户之身。和离？自古以来，只有皇帝废后，哪有女人敢跟皇帝和离的？你这是要朕受尽天下耻笑！你要面子，我要自由，很公平。带着你心爱的贵妃回去挨饿吧。等到明日边防一破，敌军铁骑踏破京城的时候，希望皇上的面子能挡得住敌人的大刀。皇上不能不签啊！若是真引发了兵变，咱们就都完了。不过就是一个弃妇，跟他和离就和离了。咱们先把粮食骗到手再说。你筹谋了这么久，就是为了今天摆朕一道？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赚钱只是为了活下去，顺便救一救被你坑苦了的边关将士。签吧，皇上，莫要动手。朕倒要看看你能活得有多好。那皇上可要长命百岁，睁大眼睛好好看着。主子，咱们真的出来了！这外头的空气连风都是甜的。是啊，外头是好，可是主子，咱们手里明明握着那8000两赚来的现银，您偏偏挑了这西山脚下的荒庄子，这地全是沙子，连野草都不愿意长，咱们怎么种粮啊？别人种不出，不代表我种不出。土质松软的沙土地存不住水，种水稻麦子自然是死路一条。但这地最适合种一样能逆天改命的宝贝。这庄子占地1000亩，只花了区3000两，咱们赚大了。苏老板，这西山的风水确实比未央宫那憋屈地方好得多啊。萧统领，您怎么连铠甲都没穿，换上老百姓的布衣了？身后这些事，如今已经没有什么萧统领了。
皇上雷霆震怒，嫌我昨日在朝堂上替苏老板说话，削了我的兵权，将我贬为庶民了。哎呀，这可是连累了萧大人啊！皇上也太心狠了。连累？我倒觉得是皇上瞎了眼，把大周最锋利的一把刀主动扔进了我的院子里。萧寒，兵权没了，后悔吗？跟在一个为了一己私欲罔顾10万将士性命的昏君神，那才叫憋屈。萧某是个粗人，只认理不认命。好气魄！既然你现在是无业游民了，有没有兴趣给我当个庄园大管事兼凹吃包队长？月前是你当统领时的10倍，干不干？是啊，苏老板好大的手笔。末将不，萧某这条命以后就卖给苏老板了。不过老板不是一个人来的，禁军中有30多个不愿再受鸟气的退役老兵，也跟着我干了。您这偏僻农庄能安置下我们这么多人吗？别说30人，300人我也能妥善安置。正好我名下1000亩闲置土地，正需要体力充足的人手开垦耕作。开垦土地，东家，我虽不精通农耕之事，但清楚这片西山土质偏贫瘠，直接栽种谷物很难存活。咱们弟兄总不能喝西北风吧？谁说我要种麦子了？小福子，去地窖里把咱们出宫前混在军粮里从西苑游商那里买来的几10棚土疙瘩搬出来。主子，您说的是这个啊？这灰不溜秋的土疙瘩又硬又丑，有的还发芽了，看着就跟有毒似的，狗都不吃。这叫马铃薯，也就是土豆。发芽的部分确实有毒，不能吃。但如果把发芽的地方切成块，埋进这沙地里做种薯，那可是无价之宝。依靠自身专属的植物养护秘术，悄无声息地唤醒并强化这些种族的生机。只要适时栽种，这片土质一般的荒地也可以支撑作物茁壮生长。这真能当饭吃？不仅能当饭吃，而且能代替主食，产量高的吓人。你们知道1亩上好的水田种水稻，撑死能产多少斤吗？风调雨顺的话，1亩地至多产300-400斤。但我这丑陋的土豆种在沙地里，哪怕干旱少雨，1亩地最少能产2-3千斤。若是适呢的好，4-5千斤也不在话下。4-5千斤？老板，您若是说真的，这东西一旦种出来，足以颠覆整个大周的天下粮仓啊！皇上不是觉得我一个商女出了宫就活不下去吗？贵妃不是觉得国库缺钱可以慢慢攒吗？我算过天象和农历，今年北方必有长达数月的大旱，我就要让他们看看这大周的粮麦到底捏在谁的手里。老板指哪儿，萧某和手下弟兄的锄头就挥向哪儿。从今日起，咱们就拿着1000亩沙地练兵。好，第一步，把土豆按芽眼切块，裹上草木灰杀菌防腐。桂嬷嬷，你去镇上采买20头壮牛和最好的铁制农具。萧寒，你带着你的兄弟们负责翻地修垄。我要在春雨落下之前，让这1000亩荒地全部种满生机。是，老板。皇上息怒，奴才已经查实了，那苏氏出了宫后，竟然花钱买了一座鸟不拉屎的西山荒庄。就算他手里握着咱们皇家的200万两欠条，只要皇上您拖着不给，他在那荒山上迟早连饭都吃不起。渔夫，哼，以为手里有几个银子就能翻天？那西山连草都不长，他能种出什么金山银山来？传朕旨意，封锁京城商户，任何人不得向西山卖1粒粮食。朕要饿死他，让他哭着回来求朕收留。皇上英明，等他饿得只剩一口气，臣妾定要亲自去西山，好好赏赐他一碗馊事，让他知道得罪了皇上的下场。这鬼天气，3个月了，京城一滴雨都没下。今天见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皇上息怒，这天旱的连御花园的池子都见底了。不过臣妾倒是想起一桩趣事。什么事能解朕的烦忧？皇上忘了吗？北苑那个废后苏氏3个月前去了西山那片寸草不生的沙地，皇上当时下令断绝所有商户对西山的粮食售卖。如今这大旱天，连好水田都裂了缝，西山怕是连树皮都没得啃了。那贱人估计早就饿成一具枯骨了吧？爱妃说的对，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就能妇人。朕今日已到，真想派人去西山收尸，顺便把那200万两的欠条拿回来。皇上，大事不好了！京畿周边800里大旱绝收啊，田里的麦苗全成了枯草，各地灾民正成群结队往京城涌来。绝收？那京城的粮商呢？立刻开仓放粮，平抑物价。皇上啊，京城的粮商说没有余粮了，市面上仅有的一点陈米已经被炒到了10两银子一斗，咱们国库账面还是连买1000担粮食的钱都没有啊！10两一斗，这简直是抢钱！大周的天难道要塌了吗？兄弟们，动作快点儿！这已经是第5个大地窖了，快装不住了！把偏房腾出来，全铺上干草，继续装！
萧大哥，神了，真是神了！老子种了一辈子地，从没见过一兜能结出这么多果子的庄稼呀！这1亩地挖下来，少说有4000斤啊！主子，大丰收，大丰收啊！这沙地虽然旱，但咱们按照您的法子深挖沟、勤松土，这些土疙瘩长得比拳头还大。这3个月的酷暑大旱，足以让普通作物绝收。全靠空间渗出的植物坎以力日夜滋养，才让这批种属在干涸的沙地里保住了极致的生命力。4000斤算什么？若是水源充足，产量还能翻倍。桂嬷嬷，昨日让你弄的东西做出来了吗？做出来了，做出来了！主子，老奴按照您的吩咐，把这土豆洗净磨成浆，沉淀出白花花的粉子，然后漏成丝放到开水里煮。您尝尝这酸辣土豆粉，好香啊！这油辣子的味道，加上这晶莹剔透的粉条，光看着就流口水。老板，这土豆竟然还能这么吃？土豆不仅能当菜，能做主食，还能做成粉条长期保存，甚至能熬成糖浆。这就是我在沙地里种出来的金疙瘩。萧寒，外头的灾情查探的如何了？回老板，经济开始在城外聚集，难民已经内的米价涨到了10两1斗。皇宫里那位听说急得掀了桌子，国库根本拿不出钱赈灾。呸！活该！当初他们不让商户卖粮给咱们，想饿死主子，现在老天爷显灵，饿死的是他们自己。我不信老天爷，我只信我自己。萧寒，立刻召集所有兄弟，拿上咱们的防身兵器，今夜运5万斤土豆和1万斤做好的干粉条，去京城外施粥放粮。老板，您要白送给灾民，这若是拿到黑市上去卖，现在可是天价呀！灾民是无辜的百姓，大周的根基在他们身上。发国难财是要遭报应的。灾民的粮，我按最低成本价甚至白送给他们吃。但是，对于京城里那些囤积居暇的富商，还有皇宫里那些天天吃山珍海味的吸血鬼，萧寒，你给我放出话去！请老板吩咐，告诉京城所有的达官贵人，西山庄园有粮，要命的拿现银和地契来换。皇室的人若来买，不管是谁，一律在市价基础上再翻10倍，掏不出钱就给我滚回去啃树皮。末将得令，老板这招劫富济贫，当真痛快。咱们今晚就去敲碎京城那帮吸血鬼的饭碗。装车，兄弟们，咱们跟着主子去京城发威去。活菩萨呀！苏老板真是天降的活菩萨！小老儿一家口逃荒大半个月，一路上连数片仙汤都被扒光了，今晚这全得饿死在城门外啊！老人家言重了，大旱天灾，大家都不容吃，管饱。这叫土豆，去后面排队领几斤生的，路上带给孩子们。好吃，又软又糯，比那金贵的大白米饭还顶饿。苏老板，这到底是啥仙宫里种出来的仙种啊？乡亲们听好，这叫马铃薯，加苏老板在西山那片干沙地里亲手种出来的。不仅耐旱，等这阵灾情过去，苏老板会将这种子平价分发给各大州府，教大家种植，保咱们大周百姓以后再无饥荒。多谢苏老板大恩，苏老板万岁！主子，您看城门那边，那群守城的官兵闻着咱们的肉汤味儿，口水都快流到护城河里了。听说宫里已经断了肉食好几天了。饿肚子只是刚开始，走，回庄子，大鱼该上钩了。这算什么东西？本宫是堂堂贵妃，内务府居然拿这种连米粒都数得清的刷锅水来糊弄本宫。肉呢？本宫要吃御膳房的八宝鸭和燕窝。别闹了，御膳房连耗子都饿跑了，朕这几日连口干饭都没吃上。户部尚书呢？滚进来见朕。老臣在，皇上，老臣尽力了啊。城外的灾民都安置好了吗？京城的粮商肯平价出粮了吗？皇上，灾民倒是没有闹事，因为有人在城外设了10几个施粥神物，不仅管饱，灾民们现在只认那位恩人，连朝廷的告示都不看一眼了。是谁这么大胆，敢收买民心？这土豆又是何物？回皇上，是苏明月，他不仅施粥灾民，还放出话来，西山庄园粮库满仓。如今京城的达官贵人们正排着队捧着金条去西山高价买土豆，据说那土豆一顶1斤半的斤流啊！这怎么可能？那沙地怎么可能种得出粮食？他明明应该饿死才对。好个苏明月，他既然有粮，这大周的灾便解了。内务府带上1万两现银，去西山给朕拉1万斤这什么土豆回来，再拉2车干肉。若是他敢抗旨不交，就说这是朕征用的。开门，开门！皇上有旨，西山庄园即刻充公，所有存粮交由朝廷调配。萧统领，
你已被贬为庶民，竟敢阻拦皇室办差，咱们可是带了银子两，买你们1万斤土豆，赶紧装车，皇上和贵妃娘娘还等着下锅呢。1万两买1万斤，总管大人，你怕是没睡醒啊？我家苏老说了，灾民免费付上10两1斤，至于皇室，在市价上翻10倍，1万斤土豆成汇，100万两白银，100万两人。硬搜，我这千亩庄园可是按规矩上了地契的私人用地，敢踏进半步，按贼寇论处，当场打断腿扔出去。苏明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敢对皇上如此不敬？少拿皇权压我，我现在是债主，他是老赖。小福子，把那张契书的拓本拿给这位总管大人长长眼。白纸黑字盖着玉玺，皇室欠苏明月白银200万两，这可是皇上亲手按的印。总管大人，回去告诉齐渊，买粮可以，先把那200万两的欠款结清了，我再勉强卖给他几车土豆皮。若是结不清，就让他把未央宫的汉白玉啃了充饥吧。送客。你们等着，撤，快撤！皇上，奴才无能啊！那苏明月根本不把圣旨放在眼里，他不仅要100万两买1万斤土豆，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了那张200万两的欠条，说，那个贱妇说什么？他说，若是还不上欠款，就让皇上去啃未央宫的汉白玉充饥。放肆！简直是无法无天！萧寒那个反贼，加上苏明月这个毒妇，这是要生生逼死朕啊！皇上，臣妾这胃里像是有火在烧一样，您到底什么时候能弄来肉吃？实在不行，您就派大军去把西山平了呀！难道堂堂天子还能让一个废后拿捏住了？平了西山，你说的轻巧。那些禁军和守军早就几天没见荤腥了，现在全靠城外苏明月施舍的肉汤吊着命。朕若下令强攻，恐怕军旗还没打出去，大军就已经哗变投靠西山了。这天下竟然真被这贱人搅乱了！皇上，难道咱们就只能干等死吗？等死？朕是天子，怎么能死？朕记得修建望月台时，你们林家作为皇商，从中承揽了木料和石料的采买生意。这几个月下来，没少往林府搬银子吧？皇上这是何意？林家为皇上分忧，赚的都是辛苦钱，绝无半点贪墨啊！有没有贪墨，查了就知道。如今国难当头，林家世受皇恩，是时候替朕解忧了。来人！皇上，您要干什么？您不能动林家啊！林家可是臣妾的娘家。娘家，国库空虚，多半是因你而起。朕若连饭都吃不上，要你这美人何用？传朕旨意，封锁林府，查抄家产，所得现银全部拉去西山买粮。不，皇上，你这是过河拆桥，你这昏君！痛快，真是痛快！老板，您料事如神。探子回报，宫里那位恶极了眼，真的对林贵妃的娘家下手了。刚才林府被抄，据说光是现银和地契就抄出来上百万两。拿着沾血的银子来凑数，我可不认。桂嬷嬷，前几日让你发的拜帖，那些人来了吗？来了！京城排得上号的8大商行掌柜，此刻全在咱们庄子外恭候着呢。这群平日里眼睛长在头顶上的老爷们，现在一个个点头哈腰，跟孙子似的。走，去会会他们。萧寒，带上弟兄们镇场子。是。苏老板，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您这土豆神物，当真是救了咱们京城老百姓的命啊！是啊，苏老板不仅菩萨心肠，更是咱们商界的奇才。我等今日来，就是想求苏老板赏口饭吃，批一点土豆给咱们的粮铺压压阵。诸位掌柜客气了，大家都是生意人，我苏明月也是打开门做生意的。土豆我有很多，甚至西域来的耐寒小麦种子我也有，我可以低于市价20%，大批量发给你。拿我的货得守我的规矩。苏老板请讲，我等万死不辞。第一，我给你们便宜的进价，你们卖给普通百姓，利润绝不能超过1%。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国难财哄抬物价，我保证他的商号明天就会在京城消失。这自然，如今灾民情绪不稳，我等也怕激起民变，薄利多销，极好。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今日起
8大商行必须成立西山同盟，不管是班主卖粮的、卖的，还是要卖药的，所有商品卖给皇室。内务府的人只要敢踏进你们店铺一步，统统给我赶出去！这万万不可啊！苏老板，那是皇上，那是天子啊！若是皇上震怒，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可是要掉脑袋的。掉脑袋？他若是敢动你们一下，西山庄园立刻切断京城所有的粮食和过冬炭火供应。你们真以为现在的大周朝是未央宫里那个连饭都吃不上的昏君说了算吗？各位掌柜，萧某是个粗人，但在京畿800里的灾民心里，谁有粮，谁才是真正的老天爷。跟着我老板干，大家都有饭吃，有大钱赚。